iPhone 15 Pro 系列入手之前，这8个重点你应该要先看过。大家这几天应该看到很多苹果发的媒体机抢先测试了吧？现在呢，就来看市售版的 iPhone 15系列表现如何。话说，我们从 iPhone 11开始，12、13、14，还有今年的 iPhone 15，每年的影片都有上发烧。认真问，集满5个点点 ，Apple Park 的入场券要在哪里兑换呢？底下欢迎大家一人一留言，送我们到 Apple Park。好啦，话说回来，这期节目虽然偏向快速实测，但数据测试一样很足。我们一样会把重点测试尽力跑好跑满除了一些因为 iOS 17还不能测，或是测出来数据不全不准的项目，我们就会先留着，之后详细再来测。最后节目的结尾也会跟大家聊聊选购建议。好，究竟市售版 iPhone 15系列的表现如何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这次一共入手了 iPhone 15、15 Pro 以及15 Pro Max 3支来测，这个开销真的有点大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邦尼，完整实测即将上线。第一个重点 ，iPhone 15全系列都上动态岛，虽然说是动态岛，但我们打个强光，应该非常明显了吧？实际上就跟14 Pro 系列相同，其实就是惊叹号，然后透过 UI 的方式变身成动态岛。那在显示表现上如何呢？这次 iPhone 15全系列不分 Pro 不 Pro， 全都用上了 Super Retina XDR 显示器，官方标示最大亮度达到1000尼特，在 HDR 之下可以达到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户外则是可以达到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要注意，最大亮度是1000尼特，峰值亮度是2000尼特。那什么是峰值呢？简单说 ，OLED 萤幕面板和电压控制的特性。亮度是会随着显示面积不同发生改变的。例如，我们这边实测15 Pro Max 在强光全白幕之下是1078尼特，而如果同样强光，但是只显示10%的面积，那就可达2365尼特，这就是所谓的峰值亮度。所以我们这边也是这3支的表现，在强光全白幕亮度上 ，iPhone 15达到975尼特，15 Pro 1043尼特，15 Pro Max 1078尼特。而如果是10%左右面积下 ，iPhone 15则是可以冲到2139尼特 ，Pro 2209尼特 ，Pro Max 2365尼特。以这个结果来看，今年 iPhone 15系列的萤幕表现都够顶，通通过关。但反过来说，其实14 Pro 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水准了，某种程度上 Pro 系列是没有提升的。而在实际表现上呢，我们也拿出这套总价1万美金的测试设备，都买了，能测多测。来看结果，苹果的显示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放心的。实测在 sRGB 色域下都可以达到99%的 sRGB， 有进行对应的色域限缩。重点还是看色准，色准我们看 Delta 1，这个数值越小越好，小于2就是优秀，小于1就是顶级的意思。那3支结果如何？简单明了。而在 DCI-P3 模式下，则也都可以达到99%以上的 DCI-P3 色域覆盖，实测 Delta 1也都达标。苹果的萤幕不用担心。可能不是最顶，但至少是有水准的。毕竟今年的萤幕应该也是高比例三星顶级机材在后面 support。为什么说不是最顶呢？很简单，这次 ProMotion 120Hz 和 Always On 有人显示都还是只有 Pro 系列用户限定，并且很多人关心的 120Hz 到底有没有解放？因为 iOS 17的关系，测试软体都还没有 ready， 所以详细数据之后补上。但体验上滑动阻力还是偏大，并没有 Android 这种激进的120Hz 完全解放。但苹果电池本来就比较小，加上这代 A17 Pro，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峰值功耗表现有些差强人意，所以这代我想完全解放的机会是不大了。但是 iOS 17还是很顺啦，所以就继续期待下一代吧。那依照惯例，帮大家测一款周边。这个壳真的挺酷的，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了。这是 Casetify 新推出的 MagSafe 强悍防摔立架手机壳，特别在哪里呢？没错 ，Casetify 最招牌的相机环居然可以翻开啊！打开来之后，相机环直接1秒变立架，不管放在桌上看影片、开视讯会议，还是反过来立在桌上拍照也 OK。而且结合相机环不会占用下面空间，还是可以搭配 MagSafe 周边使用，像是超可爱的 Power Through 磁吸式无线充电盘，就算这样甩也不会掉。往上轻拉就下来咯，速度跟官方相同，可以达到15瓦。另外，经典的镜面款今年也有，除了时尚高调，随时翻过来1秒变镜子，再搭配 Snappy 卡套支架，它是卡套，有一张卡片的空间，例如放信用卡、悠游卡，打开来它也是支架，一个开合角度，直着放、横着放都 OK。
最后，好康也准备好了 Castify 上千款15系列周边，只要透过邦尼观众专属连结，就可以直接拿新品85折优惠。没错，新品直接85折，一般折扣码可是没有的哦。好，接着看第二个重点，充电。这次改成 USB-C 充电了嘛？但是在官方公布的充电速度上是没有提升的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在10%左右的电量下 ，iPhone 15的最高充电瓦数大约落在22瓦，15 Pro 23瓦，Pro Max 25瓦左右。不过因为现在都还有一定电量，之后我们会测完整的充电时间，再分享从0开始的充电数据给大家。另外 ，MagSafe 还是15瓦，普通的无线充电官方标的是7.5瓦，但是如果有做快充，其实也是可以有做到15瓦的。但这就是官方的老套路啦，只有 MagSafe 才会标15瓦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有 C to C 嘛，所以这次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C 口反充的。我们这边实测 ，iPhone 15 Pro 反充之下，最高可以输出大约5瓦，瓦数是真的不高啊，所以拿来充耳机比较适合。那如果15 Pro 对上15 Pro Max 互充会怎么样呢？3、2、1，逻辑很简单，电量多的充给电量低的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苹果依旧没有开放 Android 已经很普遍的无线反向充电，要不然拿来充 AirPods 也是蛮方便的。特别的是，这次在系统可以设定充电上限，进一步保护电池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三个重点，那就是这次 Pro 系列专属的按压式静音键。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，长按就可以切换静音。那15就还是一般的设计，不过改成按键设计，目前有一个痛点，那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转过来这样看，有红红的就代表切到静音了，那现在就看不出来啦，只能再按一次，动态岛这边就会显示。我想之后苹果可能可以在画面上，或是像现在边缘有个小提示，要不然现在真的有点在盲操作。此外，这个按键可以设定很多快捷选项，像是我这边选启动相机，长按就可以启动相机。这颗按键也可以当成拍照键，虽然音量键本来就可以，或是快速启动语音备忘录，但有点可惜的是，它的长按手势就是只对应到一个功能，所以除非你常用，要不然目前用起来的场景会比较局限。也就是说，你设定成相机就无法调整静音了。虽然是可以加入捷径启动一系列的操作，但在按键触发上，例如按2下、3下对应到不同功能，苹果应该是可以把自定性开放出来的，也会比现在好用许多。我觉得这颗按键目前还处在一个未来可期，但目前应用有限的阶段。第四个重点还是要简单看一下盒装吧，我们快速只讲重点。这次 iPhone 15全系列都采用环保盒装设计，也就是盒装内的配件主要就是只有 Lightning。不对，终于iPhone 的盒装终于配上 USB-C to USB-C 的线材。虽然随附的这条 USB-C 也没给高速线，只给 USB 2.0 的规格，但编织线材的设计质感足够，但就不像先前网传有像 Mac 一样线材会对应机身颜色。没有，全部都是白色编织。接着仪式感还是要有的，我们就快速来撕开封膜。Nice。外观上，我们3只都是买蓝色版本，我没有说错。这个看起来像白色的 iPhone 15的确是蓝色版本。你看，盒装是蓝色的，没有拿错。但只能说，如果你预期它是浅浅淡淡天蓝色的朋友，那真的会有点失望了。偏蓝的部分就是雾面侧框和镜头玻璃的部分，但就是很淡很淡的蓝。背板就是偏冷的白色，大概是8000到9000K 的白。但我觉得要反向操作，如果你是当成冷白色选这的朋友，那反而你应该会很爱。另外就是雾面的非常彻底，完全没有反光。不过这一代我上手的时候就有发现 Pro 版和非 Pro 版有个差异，那就是你看15 Pro 的电源键还是维持苹果一贯的高水准工艺，非常紧实。而非 Pro 的 iPhone 15这颗电源键就微微偏松了，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啦。而 iPhone 15 Pro 的蓝色版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我就只讲重点。网传的按键周围油污色差，是真的，稍微摸过去就会有一圈，但不是掉漆啦。另外就是边框跟官网图上很细腻清晰的发丝纹不同，实机有点细腻到很不明显。然后蓝色的背板是有做亮面 coating 的，所以跟官网全雾面的感觉还是有点不同。你左右晃就会反出光面，我放官图在旁边对比，大家就懂了。所以这一代我一律建议到现场看颜色。看完外观，进到第5个重点，效能。
欢天喜地 ，iPhone 15 Pro 系列也终于用上8GB 的机体啦。但我相信大家更关心 A17 Pro 的效能表现到底如何。我们还是先来跑分哦。我们这边也特别准备了一支电池健康度100%，并且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Phone 14 Pro 进行陪测啊。因为我知道14系列的电池有这个健康度下降很快的灾情，所以特别准备一支近乎全新的机器，大家也比较安心，数据也会比较有参考价值。首先是 Geekbench 5。可以看到 ，iPhone 15没有意外，就跟上一代差不多。而15 Pro 系列两支在单核上相较起14 Pro 提升了12.7%，多核则是提升了8.2%。CPU 部分依旧领先 A Gen 2一大截，但 A Gen 3其实也在路上了，到时候也会详细来测。但目前测下来 ，iPhone 15 Pro 这个峰值效能，我觉得是有些水的。原因是在跑出超过 Geekbench 5 6000分大关的同时，整机功耗已经超过了15瓦。15瓦，这个能耗都快要赶上许多低功耗笔电的处理器，对于手机这个体积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，基本上非降频不可。要不然就会跟高通的火龙系列一样，但是苹果应该不能叫做火龙，那要叫什么呢？算了，叫火龙果好了。对了，我们用的测试软体也在加紧支援 iOS 17中。所以游戏测试像是《原神奇》，所有的测试数据之后会再详细更新上来。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而在 GPU 部分，我们就直接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。iPhone 15 Pro 的 A17 Pro 的确有所提升，相较起14 Pro 的 A16 大约提升 8.2%， 比15的 A16 强了 20%， 达到苹果宣称的提升2成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，A17 Pro 这个 GPU 依旧是没有强过高通的神作 A Gen 2的，并且 A17 Pro 这个 GPU 也同样是用高功耗冲出来的结果，和高通 A Gen 2相对低能耗、高效能的 GPU 还是有蛮大的差距。而且 A17 Pro 真正的对手 A Gen 3还没有登场呢，看来 GPU 的压力现在在苹果这边了。这个新的 GPU 架构还有一段路要走，毕竟改架构多一颗核心也就只多了20%的效能。换句话说，扣掉新增的核心，提升真的相对有限。不过好在，我们最后来测 3D Mark 的 Solar Bay 光追测试。A17 Pro 终于扳回一城，的确是目前光追效能最强的一颗 SoC。整体来说，在效能上，这代 A17 Pro 真的不算是苹果端出来的一道好料，可以预期更热、更耗电是必然的，除非苹果全程维持在低频曲线上，有能耗表现比较好的中低频声。但如果你原本就觉得14 Pro 系列的电力不太够用的朋友，大15 Pro 系列这台就真的没有惊喜了，表现顶多打平，但只要 loading 高一点，完全可以预期15 Pro 的耗电发热会更加严重。第6个重点，好，我们大概知道 A17 Pro 的表现了，那实际体验上容不容易发热呢？我们先测30分钟 4K 60的 Dolby Vision 连续录影测试。可以看到，对照组的100%健康度的 iPhone 14 Pro 温度是最低的，只有37.7度，比最烫的 iPhone 15 Pro 低了4度左右。所以15 Pro、Pro Max 录影变烫不是空穴来风。而且我们这次测的是26度哦，是不是该来个30度测试，模拟夏天表现了呢？固定在200尼特的电力下降，我也列出来让大家参考。这边我们也跑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人的压力测试。对照组 iPhone 14 Pro 拿下 66.7% 的稳定性，这个百分比是越高越好，机身最高温达到 38.3 度，15差不多，稳定性 74.9%， 最高温来到 41.3 度。15 Pro 的稳定性则是 82.5%， 15 Pro Max 稳定性 76.8%， 两只的最高温则分别是 41.4 度以及 39.8 度。这个稳定性对比上一些散热比较好的 A Gen 2机型是真的有一段差距，不过可以预期啦。所以我们就跟 S23 Ultra 比就好，在 S23 Ultra 最低分的一轮，依旧是高过15 Pro Max 5.6%。原神测试，我们还在等测试软体更新 iOS 17的对应支援，之后再更新给大家参考啦。不过相较起这些测试，我相信大家第一次感受到 A17 Pro 的热情，应该是在第一次更新 iOS 17.0.2 的时候。开始更新就可以看到15 Pro 和 Pro Max 的温度很快的就直接来到41、42度，而 iPhone 15因为用的是 A16， 在温度上全程都相对冷静，最高也就是36、37度。第7个重点，相机。因为这次能够测试的时间比较有限，这边就不浪费大家时间，快速过一下规格。15做主镜头加超广角2颗，15 Pro 主镜、超广角加3倍光学3颗，15 Pro Max 则是主镜头、超广角加全新登场的5倍光学长焦3颗镜头。相机我们之后会想测，所以这边就先提供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。
这次相机主要的亮点，我觉得有2个。第一是预设的相片解析度都拉到2400万，所以在大部分的测试场景中，细节表现都胜过14 Pro 的。第二，最大的 HDR 虽然同样不积极，但至少不会到完全摆烂。这部分我们之后也会再拍更多样张。另外，大家关心的鬼影，还是有。我们这边也测一下变焦。iPhone 15 Pro 这边其实跟上一代相比，我觉得是没有拉开很明显的差异。iPhone 15没有双焦，基本上就是常规表现吧。这边看3倍、5倍、10倍。而15 Pro Max 则是用上了5倍光学变焦镜头，我们直接看5倍、10倍、15倍，以及最高倍数25倍。这边跟 S23 Ultra 对比，变焦王依旧还是三星拿下，毕竟光学10倍摆在那里。目前拍下来，这颗4次反射的5倍长焦，在光线充足下，画质都还蛮可用的。不过同样有鬼影，在光源不足下也会比较松一点，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不过15 Pro Max 如我们先前预期的，在3到5倍之间的变焦，就完全比不上有3倍光学的 S23 Ultra 或是 iPhone 15 Pro。尤其我们看 4.9 倍，差异非常明显。所以如果是为了拍照入手的朋友，还是要思考一下，你究竟是要拍远还是拍人？要不然70mm 左右的3倍光学，拍人拍小孩还是比较实用的。来到最后一个重点，选购建议。最大的 iPhone 15非 Pro 版本，除非就是刚好要换机，要不然15的规格真的亮点不多。我觉得真的要换，就是11以前的用户再考虑，12以后有提升，但感受有限。自从 iPhone 15发表，我知道各社团各通路的13 Pro、14全系列都被扫了一波。这代我认真觉得比较值得的还是 Pro 系列 ，CP 值是绝对没有的。谁买苹果是为了性价比？但 Pro 系列玩到现在，我觉得13 Pro、14 Pro 的用户提升感会非常有限。可能 USB-C 是最有感的部分，而如果是12 Pro 之前的朋友，我觉得首先有感的是荧幕超广角会好上一些，以及后续的变焦算法。但如果说以有没有必要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11 Pro 之前，也就是 iPhone X、10s 的朋友，我觉得算是值得考虑的。反正有想法就去现场摸一摸，看看颜色最准啦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节目制作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